大家好，欢迎来到世诚法坛。在新加坡，很多人最容易说错的一句话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近日，一名65岁男子多次为妻子的签证申请做担保，后来申请资料被指涉及虚假身份，他说自己不知情，最后还是被判罚款。重点不只是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移民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只要你签字、授权、借账号、代办、做担保，你就不再只是帮忙的人，你已经进了责任链。今天这条视频，我们就来聊聊移民法。为什么在新加坡不知者无罪，很多时候根本靠不住？哪些场景最容易踩线？普通人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真的有尽责？如果你也有类似帮忙的情况，请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这名65岁的新加坡籍男子叫陈金兰，他在2025年6月2日以新加坡担保人的身份，帮自己49岁的中国籍妻子林巧明申请长期探访准证。因为英语不太好，他请人代为填写了申请表格，并让对方通过线上提交。他在申请表格中声明，妻子没有其他不同身份的证件，但事实是，他的妻子曾经持有另一本假护照，并且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多次以假身份进出新加坡。更关键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陈金兰多次以妻子的假身份帮他申请签证。换句话说，他不仅一次两次，而是多次用假身份帮妻子申请签证。两人的关系其实挺曲折的，他们早在2002年就认识了。当时林巧明持社交访问准证在新加坡逗留，后来准证过期，他用非法方式离开了新加坡。2009到2015年间，他用假身份多次出入新加坡，期间还跟另一名新加坡公民结了婚。2015年离婚后返回中国，之后才跟陈金兰发展成恋人。2017年开始，他用真实身份申请了护照，多次入境新加坡探访陈金兰。2023年4月28日，两人在中国结婚。移民与关卡局在2025年9月12日批准了林巧明的长期探访准证，但到了今年5月8日，两人因涉嫌提供虚假声明被逮捕。在法庭上，陈金兰声称自己对妻子拥有假身份这件事毫不知情，但是根据移民法令第57条文，担保人即使声称对信息的虚假性毫不知情，也需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陈金兰被法庭判处2000元罚款。他也是移民法令第57条文自2024年12月31日生效以来第一个被定罪的人。你可能会问，他明明是不知情啊，为什么还要被罚？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概念，严格责任。那么什么是严格责任？为什么不知情也没用？移民法令第57条文的核心就是确立了一个严格责任原则。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申请任何移民签证或准证时，申请人或本地担保人若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信息，无论你是否知情，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认为，一个人签署名字成为担保人的时候，就意味着自己对资料的真实性做出了法律上的承诺。所以，无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都不能成为抗辩理由。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担保人必须承担起核实信息真伪的绝对责任。你不能因为我不知道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移民与关卡局也明确提醒过，签证申请人和他们的本地担保人有责任确保申请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根据这个新条文，违例者可被判处高达4000元罚款。如果说担保听起来还像是特定场景，那 SingPass 就真的是很多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事。也正因为太常见，很多人会把它看轻。家里长辈不会操作，孩子就直接带灯。朋友说急着办事，先借一下验证码。同事赶时间，让你把权限给他处理一下。听上去都像小事，但在新加坡，这不是单纯的方便问题，而是数字身份问题。GovTech 一直提醒， SingPass 账号和相关凭证不能转让，不能共享，因为它代表的是你的身份。系统看到的是谁登录，谁确认，谁提交，不会先替你分辨背后是不是别人代操作。风险也不只是隐私泄露这么简单，只要有人以你的名义查资料，提交申请，做出声明，后面出现问题，责任很可能先回到你身上。公开安全指引也提到，某些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滥用行为，可能触及滥用电脑法令、
严重时可面对罚款或监禁。当然，这里要说清楚，不是所有帮家人操作都会自动变成刑事案件，具体还是要看事实和法律构成。但普通人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账号入口本身就是责任入口，你把它借出去，不是在借方便，而是在交出一部分法律风险。为什么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数字政府的效率建立在身份认证可信这件事上，系统默认谁登录谁负责，谁确认谁做出陈述。如果大家都把账号、OTP、设备认证随便借来借去，整套制度很快就会失真。现实里最危险的几句话，我建议你记住。第一句，只是帮我按一下；第二句，我不会乱用，你放心；第三句，我们自己人，不会有事。偏偏法律最不会因为你们熟就自动放松要求。正确做法其实不复杂，不会操作，你可以陪着对方一步一步在他自己的设备上完成。真的需要授权，尽量走官方允许的授权或代理程序。密码、OTP、面容识别，一律不要共享。你可以帮忙解释、翻译、提醒，但不要替别人变成你。因为系统记录一旦留下来之后，你再说其实不是我操作的，往往已经很难讲清楚。同样的原则也体现在新加坡的其他多项法令中，不少法令都设有假定条文，将举证责任从控方转移到被告身上。先说诈骗相关的，滥用电脑法令明确规定，若你将 SingPass 资料交予他人，且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当中存有犯罪意图，为换取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或未采取合理措施核实对方身份及所在地，法律即假定你触犯相关罪名，一旦罪成，可判罚款最高1万元，或监禁最长3年，或两者兼施。2023年通过的修正案专门增设了这一罪名。警方和各政府机构不断提醒公众，切勿沦为诈骗团伙的同谋。把 SingPass 交给别人之前，请三思。银行账户也一样，根据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犯罪，没收利益法令，鲁莽洗钱可罚25万元或监禁5年，疏忽洗钱可罚15万元或监禁3年。再来说毒品，新加坡对毒品零容忍，控方在毒品案件中必定援引滥用毒品法令中的假定条文，这些条文载于法令第17至22节。以第17节为例，若某人持有的毒品超过法定最低标准，如超过2克海洛因，法律即假定其为贩毒而持有。这意味着被告需自行举证证明并非如此。在毒品案中，不知是毒品不仅无效，举证责任也在被告身上。上诉庭曾明确指出，这些假定条文是打击贩毒的重要工具，能帮助控方克服证明主观意图的举证难题，且已被确认符合宪法。内政部长商木根在国会声明，政府无意修改这些条文，他们自1973年法令生效以来便存在。纵观这些领域，严格责任与法律假定原则贯穿着同一原理。在涉及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上，公民的义务高于个人主观认知。法律不鼓励装糊涂，更不纵容真疏忽。最后，把今天的重点收成一句最实用的话，在新加坡帮忙可以，但别把责任也一起牵出去。无论是替人做担保、借出 SingPass、代收包裹、挂名、代办，法律真正看重的都不是你嘴上有没有恶意，而是你有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核查义务。我们当然不需要把日子过成人人互相提防，但只要事情涉及身份、文件、账号、授权这些高风险环节，就不能再用自己人应该没事只是一次来安慰自己。记住3句话：担保不是形式，账号不是工具，不知道不是万能抗辩。签字之前你是帮忙的人，签字之后你就是责任人。如果你也遇过差点因为帮忙踩线的经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想看更多贴近新加坡日常生活的法律案例解读，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